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读一篇粉丝的投稿，讲述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。那是几年前的事，还在上海打工的那段日子，因为经济拮据，租不起昂贵的公寓，只能租了一间位于上海弄堂里的陈旧民房。这座老屋已经空置了很长时间，墙壁上的油漆斑驳脱落，裂缝无处不在，犹如岁月留下的痕迹。尽管如此，这个房子便宜实惠，让我的生活压力小很多。一踏进房子，房间显得宽敞而空旷，但是没有一丝阳光透进来。即使是在白天，只要不开灯，这个房间里也是一片昏暗，让人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，仿佛从未有人在这里居住过。我总会感到一种奇怪的压迫感。房间里原有的家具都已经陈旧破损，仿佛见证了岁月的无情摧残。床铺很大，但是没有被褥铺盖，上面布满了灰尘和污渍。房间里的空气非常潮湿，让人感到不适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个房间位于巷子的尽头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声音。在这样繁华吵杂的大都市里，这种寂静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不安。即使是在白天，只要不开灯，这个房间里也是一片昏暗，让人无法看清周围的一切。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晚上，年轻人火气大，有时候会感到燥热。大约2、3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惊醒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我想再次闭上眼睛睡过去，但是感觉到房间里有什么异样，左右看了看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我闭上眼睛，试图再次入睡，但是总感觉周围有东西，而且身上开始发冷。我拽了拽被子，盖在身上，然后打开手机，想开个小说听着睡觉。谁知手机屏幕一亮，晃到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东西。它在离床最远的天花板角落，像是一个白影，尽管模糊不清，但是貌似有头部，大概能看清四肢。这个东西的动作异常诡异，四肢撑着墙壁，头朝向我的床，一直安静地看着我。我以为这只是一瞬间的演化，于是赶紧伸手开启床头的灯光，再次细看，屋顶的那个角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起身喝了一口清凉的水，试图平息内心的恐慌，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个可怕的噩梦。然而，当我关上灯，那种阴冷的感觉又从后背的脊椎一点点蔓延上来。我有点胆怯，无法入睡，再次摸出手机，打开刺眼的电筒，将光束投向那个令人不安的角落。突然，我的心跳猛地加速，他竟然还在那里，静静地盯着我。我能隐约看到他的头部有晃动，但是没有声音，就那么静静地一直看着我。我也不知道他看了我多久，难道我最近每晚睡觉时，他就一直在安静地看着我睡觉吗？一阵极端的恐惧袭击了我的神经，仿佛所有的血液都被吸干了一般。我的身体完全无法动弹，僵硬的如同一具石像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异常困难。心脏狂野地跳动着，手脚冰冷地发麻。我渴望逃离这个可怖的地方，然而我的身体却无法动弹分毫。我感到自己似乎被这个神秘的生物定格在了原地，无法挣脱。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无法思考任何有效的逃脱方案。就这样僵持了不知道多久，可能是几分钟，也可能只是短短的几秒钟。那个诡异的生物渐渐消失在屋顶的墙角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终于能动弹的我，立刻打开灯光，逃出了房间。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我才回来，匆匆退了房，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居住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这事也就逐渐淡忘了。去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工厂里值班，因为厂里放假，我们都在门口闲聊。
我向保安和后勤人员分享了这个诡异的经历，但大家听了之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过了几天，保安好几次遇到我，似乎想把我拉过来说些什么，但每次我都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。终于有一次，他成功地拦住了我，眼神中透露出要和我分享一个秘密的神情。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段往事，那是他曾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住过。一个深夜里，他因撒尿而起床，因为牛棚没有灯，只能拿着手电筒起夜。在光线晃动的过程中，他也看见过那个位于屋顶角落的诡异生物，死死地盯着他，吓得他大喊大叫地跑出去，但是其他人赶到时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后来村里的老人告诉他，房子是有阴角的，往往位于天花板的某个方向的角落，因为那里是最没人气的地方，有些不可名状的生物就住在那里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